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锂电池保护板的电源部分。实际上我们看所有的地方都是电源，我们今天呢就看它的小电路供电部分。这就是它的功率管，它是一个场效应管，它的型号是 JN609。我们看一下板的后面，板的背面呢是通过正 B 端，也就是整个电池的正端，通过这个二极管，这是一个防反接的二极管，加到这个长管的原极，通过这个长管的原极导通到漏极。这个长管在这里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这个漏极的电压，因为它是 PMOS， 漏极的电压就加到了我们刚才那个长管上。另外，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这个位置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相信还有一个电阻在板的内面，组成了 DRC 电路。防尖峰的就是保护我们刚才那个长管的。我们知道刚才的电源呢，通过这个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加到了我们这个长管的漏极。我们看这是初级，然后这边这个引脚是变压器的另一个引脚，这两个引脚就是它的初级。这是一个反馈绕组，这个反馈绕组反馈回来的电压通过这个二极管给我们的芯片进行二次供电。这个小的芯片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给我们这个功率管提供驱动信号的。好，我们把它放大一下，我们看这个变压器非常的特殊，它用了两块线路板堆叠在一起，两块线路板下面呢是它的初级绕组，是用这个铜箔条在这个上边在磁芯上绕的。也就是说把这个线路板把这个铜箔条做成这个变压器绕组的形状，然后呢分两块板，下边是初级绕组，上边是次级绕组，这样就能够输出两组电压，实际上是输出三组电压，还给我们这个芯片供电。上板的这两个绕组通过这四个端子输出两组供电，通过这两个电容滤波，这两个电容呢是完全隔离的。所以说这个变压器的好处，它的绝缘度很高，材料比较省，而且制作非常的方便。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它输出多少伏的电压。这个保护板呢是一个24串的保护板，很显然它的电压输入也能够达到100伏。通过我们这个电路经变压器转换以后，我们看输出的第一组电压，这端是负极，接到这个电容的负极，然后我们看它的电压是 10.89 伏，这是一组。我们再看一下这组电压，这组电压呢是 12.48 伏。相信这个变压器的电流呢不是很小，所以说这样制作变压器也是很方便的。接下来我们再测量一下芯片通过变压器送来的供电电压，它的这个角是反馈角，这个位置还供一组电压是 11.11 伏。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与 OB2263 是完全一样的，它的一角是接地，接我们电池的总负极，它的二角是接我们光耦的四角，光耦的三角是接地的。很显然，二角的电压越高，输出占空比越宽；二角电压越低，输出占空比越窄。这个芯片的三角是温度检测端，外接一个 50K 的 NTC 的热敏电阻。这个电阻的一端是接地的，一端接我们芯片的三角。它的四角是电流检测端，一般是通过 1K 电阻接到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而这个呢，它是直接接到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五角是供电端，刚才我们看了，它是通过这个反馈过来供电。另外呢，它也通过我们这个长管这个漏极，然后通过启动电阻给芯片的五角提供启动电压。它的六角就是输出端了，通过这个100欧的电阻给我们这个长管的山极提供驱动信号。由于长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在开关变压器上产生交变的电流，从而产生交变的磁场，感应给次极产生交变的电压，经这两个电容滤波以后向后极输出。这个电容是12伏，是驱动我们这个后边的长管的，也就是电池保护板输出的这个大功率长管的12伏。而这个输出 11.5 伏呢，经后边这个小的芯片降压以后，
给我们这个 MCU 供电，同时还驱动我们这边的肠管以及这些肠管来实现非容均压。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一部分，如果感兴趣呢，我们接下来再讲后边的部分。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